我传承传国玉玺整整300年了，我见证了大梁、大周、大陈3个皇朝的兴衰。大梁末帝在攻城大火中将我扔出宫墙，不愿我成亡国之喜。我被献给新主，大周建立后被权臣之子夺取，大陈建立。我的命运是在不同男人手中辗转流离。陈朝末年，我随末帝沉入江底，在淤泥中躺了30年。一个渔夫将我捞起，他婆娘却不识货，把我当作捣衣针。5年间，无上权柄的象征，沦为村妇手中的笑柄。后来大夏官员将我解救回去，可惜开国皇帝是个不识字的大老粗，抱着我睡觉，口水流了我一身，真是莫大的屈辱。夏朝末帝更是个贪婪愚蠢的废物，叛军攻城，他带我从地道逃跑，塌方时为自保将我抛弃，我又被遗弃了。在这黑暗潮湿的地道里，时间失去了意义，我甚至开始怀念当捣衣针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一束光照了进来，一个瘦小的身影滚了进来，浑身脏得像一团烂泥，他像野狗般刨食，狼吞虎咽几块发霉的干粮，然后他黑乎乎的指尖触碰到了我，这是300年来第一个不带贪婪，只带了点好奇的触碰。别用那脏东西擦我。你能听到我的声音。300年来，无数帝王将相对我跪拜，我看见他们的欲望恐惧，却无人能听我心声。今天这个最卑微的小乞丐却听到了，这难道是天命的玩笑吗？是你在说话吗，石头？是的，是我。他没尖叫，恐惧的眼中多了好奇，慢慢向我挪来。他小心翼翼地戳了戳我，才重新将我捧在手心。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是一块活了很久的石头。你会说话，那你一定很值钱吧？拥有我，就等于拥有了整个天下。那你能换多少个炊饼？这个问题让我再次沉默。在他看来，天下等于无数个炊饼。一个荒唐的念头第一次浮现，我厌倦了被英雄豪杰当作玩物，看着蠢货轮流坐上那把椅子，他们没几个真正为生民做过什么。当女孩的手再次触碰我，我现代的灵魂感受到归属感，仿佛穿越千年，就是为了等待这次触碰。我看见现代都市的闪回，有他模糊的身影，于是我用充满蛊惑的念头对他说：只要你听我的，以后整个天下的炊饼都随你吃。女孩的眼睛瞬间亮了，那光芒像黑夜里被点燃的2簇星火，足以燎原。我带你走，我永远不丢下你。从那天起，他叫我石头，他给自己取名叫阿军。我问他为何选这个字，他茫然地说：就是觉得这个字很暖和，好像很久以前有人这么叫过我。我和阿军的第一课是如何在都城里活下去。烧杀抢掠成了常态，乞丐随时都可能死去。我指导他回到地道，凭借我的记忆让他挖开了一条生路。当我们爬出地道，呼吸到城外的空气时，阿军累得瘫倒在地。我们终于逃出了那座死城。我让他把我拿出来晒太阳，看着身边笑得像傻子的女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未来。石头，我们去哪儿？往南走，北方战乱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一个地方积蓄力量。阿军不懂积蓄力量，他只知道听我的话有饭吃。他背着我开始了漫长的跋涉，旅途的艰辛超乎想象。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人间恶剧遍野，易子而食。阿军几次因为偷地瓜被打得半死，有一次高烧昏迷了2天2夜。他在半梦半醒间呢喃：石头，我疼。我将一丝意念传过去，疼就记住，记住这疼，以后才不会再让人这么打你。我能指导他求生，却无法给他1粒米或者1片药。当他奇迹般醒来时，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庆幸。我对他说：你不能再只是乞丐，要学会观察、思考和利用。我开始教他识字、算术、历史，用树枝在泥地上写下我见过无数遍的文字和故事。他学得很快，他眼睛里原先的死灰，如今有了火星子，一天比一天亮。3个月后，我们抵达了江南小城宛城，这里商贾云集，一派繁荣。我决定，我们就在这里停下，并对阿军说：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乞丐阿军。我让他改名叫念军。念军。他重复着这个名字，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们身无分文，第一步是要有本钱。我让他去城里最大的赌场。石头，我们没有钱，怎么赌？念军的声音有些发虚。我告诉他：我们用脑子。赌桌上的伎俩对我如同孩童游戏。我让念军站在赌大小的桌子旁，仔细听骰子滚动的声音。我准确预言了接下来10把的大小。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敬畏。我让他去找那个输光钱准备剁手指的胖商人钱万三。念军按照我的吩咐对钱万三说：我能帮你赢回来。滚开！哪里来的小叫花子？
晦气！他没有理会辱骂，只是在他下注前轻声说：“这一把开大。”骰盅揭开，果然是大。钱万三的动作顿住了，他又抓起一把碎银子扔出去。念君的声音再次响起：“还是大。”又是大。这一次，整个赌场都安静了下来。钱万三看念君的眼神变了，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你到底是谁？我能帮你赢回5000两，但赢回来的钱我要30%。钱万三咬着牙答应了。那天晚上，在我的耳朵和念君的嘴的配合下，钱万三在赌场大杀四方。他不仅赢回本钱，还多赢了3000两。走出赌场时，钱万三看念君的眼神已经从敬畏变成了恐惧。我们拿到了属于我们的2400两银子，念君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我却告诫他：钱是世上最没用也是最有用的东西，关键看怎么用它。我们用第一桶金在宛城买下小宅院，置办了衣物家具。念君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但他没有懈怠，白天跟我识字读书，晚上则去三教九流之地听看记。一个叫裴文的穷困书生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因没钱付账，还嘴硬说店家藏书有误，被人殴打。读死书的穷酸，还敢说王相公注错了？王相公解此句，只见君王，不见法度。若国之法度崩坏，君王一人又如何安天下民心？我听得心头一震。300年来，我听过无数大儒讲解，从没人能从法度的角度来剖析。这是个人才，我立刻让念君救下他，替他付了钱，并将他带回宅子治伤。裴文对念君的帮助充满了感激与警惕。小姐为何要帮助我这个穷酸书生？我是个商人，想请先生做西席，教我读书。小姐一介商贾，为何要读这些经世记名之书？商人就不能心怀天下吗？这句话让裴文愣住了，他深深地看了念君一眼，最终答应留下来。有了裴文，念君的学问进步飞快，而我也通过裴文了解了更多当今天下的局势。天下局势混乱，大夏名存实亡，北方镇北王曹莽和南方平南王董卓然拥兵自重，宛城正处在缓冲地带。我意识到这对我们来说是绝佳的机会。我开始通过念君向裴文问一些超越时代的观点。先生，您说曹莽和董卓然谁能赢呢？先生，前朝的屯田制若用在今日江南，可行吗？裴文渐渐发现念君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我通过念君向裴文提出了以商养战、以战促商的理论，这让他闻所未闻。我点拨他分析军阀优劣要看民心、税收和粮食，这些都来自我300年的亲身经历。我见过大梁如何通过边贸积累财富，也见过大周如何因盐铁政策而分崩离析。裴文看念君的眼神彻底变了，他不再把她当成普通商人之女，而是当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妖孽。一天深夜，裴文终于忍不住找到念君质问他：小姐，请恕在下斗胆，您绝非凡人，您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做的事和先生想做的事是一样的。我想在这乱世为天下万民求一个太平。裴文的身体剧烈颤抖，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他死死地盯着念君，仿佛要将他看穿。良久，他突然撩起衣袍，对着念君长跪不起：文愿为小姐效犬马之劳，至死不悔。我们的异常引起了钱万三的注意。这个胖商人远比他表现的要精明。他想不通一个小乞丐如何一夜之间变成赌神。最终，他发现念君每天晚上都对着一块石头自言自语。一天晚上，钱万三带着家丁闯进我们的宅子。念君小姐，我来借一样东西。钱老板，你这是何意？借你手上那块会说话的石头。裴文听到时骇然不已，念君则被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吓得浑身冰凉。我镇定地在念君脑中下达指令，让他先哭麻痹钱万三。钱万三见念君哭得凄惨，胆气更壮，命令家丁上前抢夺。就在家丁动手时，我让念君停止哭声，抬起头，咧开一个诡异的笑容。钱万三，3年前，城南张家米铺的张武，是你叫人打死的吧？你胡说八道！
那他后颈上3道滚伤，卖尸的乱葬岗，要不要我派人去挖出来给你瞧瞧？他肥胖的身体猛地一颤，像是被雷劈中，眼神从贪婪变成了极度的恐惧。我继续揭露他卖烂绸缎给军队等罪行，这些情报都是我们提前收集好的。裴文在一旁完全呆住，看着判若两人的念军，只觉得是神鬼附身。钱万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谁先饶命啊！谁先饶命啊！你的命和财产如今都是我的了，若敢有二心，后果自负。钱万三连滚带爬地跑后，院子里只剩下石化般的裴文。他没有追问真相，而是再次对念军行了一个大礼。小姐必是身负天命之人，跟随您或许是这乱世唯一的生路。裴文愿为小姐效犬马之劳。这个读书人用自己的逻辑将无法理解之事归于天命，这份务实让我对他高看一眼。危机解除后，我们3人或者说2人一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任之中多了一层敬畏。我意识到我们需要能握刀杀人的力量。裴文也指出钱万三贪婪成性，必定会出卖我们。我让念军利用钱万三的生意，开始悄悄编织我们自己的情报网络。那些走南闯北的伙计成了我们最好的眼睛和耳朵。我从情报网络中找到了一个名字，西方前朝禁军教头，武艺高强，因得罪上司流落宛城。第2天，念军和裴文在龙蛇混杂的百战堂找到了喝闷酒的戚方，他面带刀疤，眼神像一匹孤狼。裴文说明来意，想请戚方出山，却遭到冷嘲热讽。哪来的小娃娃？给我家玩到我这里来了！滚！念军没有生气，他按照我的吩咐，一语道破了戚方3年前蒙冤的往事。戚方的瞳孔猛地收缩，豁然起身。你们到底是谁的人？念军迎着他的目光，表明我们只想在这乱世活下去。他质问他：你空有一身本事，却在这里借酒浇愁，岂不可惜？我不想再给那些野心家当狗了。他对这世道充满了不屑。念军告诉他，我们要他当将军，练的兵是为了保护宛城百姓。他直接拍出5000两银票作为诚意。戚方的呼吸变得粗重，他缺的不是钱，是尊重，是机会。最终，他摔碎了酒碗，单膝跪地，宣誓将这条命交给我们。有了戚方这把剑和裴文这块盾，我们在宛城迅速发展。戚方在城外废弃军营，招募了500流民和退伍士兵，开始了严苛操练。我将记忆中历代精锐部队的训练方法、阵法都通过念军传授给戚方。戚方简直把我当成了天赐的兵书，对念军的态度从合作变成了敬畏和狂热。他坚信他是兵神转世。裴文则在我的指点下开始对宛城经济进行改革。他利用商路运来平价粮，开设粥棚赈济灾民。我们还出钱修缮水利，鼓励农桑。这些举动让念军在百姓中声望日增，被称为活菩萨。在裴文辅佐下，念军意识到要立足必须掌控宛城，主要障碍是与本地氏族王家勾结的县令。王家控制了城内80%的粮食生意。我为念军制定了经济战策略，利用商路从外地运来平价粮，冲击王家垄断。王家派地痞报复，戚方训练的新兵以雷霆手段击溃地痞。念军借此成立宛城商团护卫队，拥有了一支武装力量。县令出面弹压，我让裴文用早已收集的证据揭露县令贪墨军资。裴文在城中士林间奔走，引发舆论。县令声名狼藉，民心开始倒向念军。王家狗急跳墙，派出杀手企图刺杀念军，刺杀被戚方挫败，但一位忠心护卫的牺牲让念军深受刺激。这是他第一次直面死亡，他哭得撕心裂肺，夜里尽是噩梦。是的，是我害死了他。不是软弱害死了他，你的软弱就是他们的刀。我用历史事实和心理疏导帮助他渡过难关。我告诉他，妇人之仁换不来太平。念军蜕变了，他设下圈套，将王家核心成员一网打尽，并下令处决。他亲眼看着仇人伏法，内心再无波澜。他抄没王家家产，充实了金库和粮仓。在掌控宛城后，念军下意识地对裴文说了句搞定。裴文不解，他自己也愣住了。我则如遭雷击，这句现代口语让我对他的身份产生了第一个怀疑。念军扶持了新的县令作为傀儡，至此宛城真正成了他的稳固后方。我们在积蓄力量，但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宛城这块肥肉终于被2头饿狼盯上了。北方的曹莽和南方的董卓然都对宛城垂涎3尺。最先动手的是董卓然，他没有直接出兵，而是派来了一个名叫赵吉的说客。赵吉来到宛城，态度倨傲，开门见山的勒索粮草50万石，白银20万两，并且限期3天送到。他赤裸裸的威胁，乱世之中，拳头就是理。董卓然的10万大军就是最大的道理。给钱，你们是民；不给钱，你们就是匪。裴文被他驳得哑口无言，气得浑身发抖。
强盗行径，无耻之尤！赵吉只是冷笑，一副看死人的表情。谈判陷入僵局，关键时刻，念君从屏风后走出，她穿着素白长裙，像个普通的邻家女孩，准备亲自应对。念君不卑不亢地表明身份，直接拒绝了董卓然的勒索。宛城给不起。面对赵吉的轻蔑和威胁，念君话锋一转，董王爷的眼光看得太近了些。这句话成功引起了对方的好奇。念君走到舆图前，准确指出了董卓然北伐的运输难题。他接着点出3条不载于舆图的废弃古道，并提出了奇袭草莽、后方粮仓的惊天计策。这些信息来自于我300年的军事记忆，尤其是大夏皇宫里那张最详尽的舆图。赵吉脸上的轻蔑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震惊，因为这正是他们数月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念君进一步指出草莽多疑的弱点，并将一份记录了草莽麾下大将详细资料的册子递了过去。册子里的情报详尽到令人发指，甚至记录了猛将张威与草莽的旧怨。这已经不是情报，是诛心之策。赵吉看得冷汗浸透，彻底被念君的手段所折服。他感觉他不是人，而是能洞察未来的妖物。念君提出用这份地图和名册来代替金山银山，作为宛城献上的薄礼。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王爷庇护宛城1、2。赵吉被彻底征服，态度大变，对着念君深深一揖：“小姐大才，在下必须立刻回去禀报王爷。”他仓皇离去。赵吉走后，裴文立刻表达了担忧：“小姐，这是迂虎谋皮啊！等董卓然击败草莽，必会回头吞并我们。弱小就是原罪，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赌的就是董卓然的贪婪和草莽的自大。只要2大军阀斗起来，我们就能迎来喘息之机。到那时，是龙是蛇，就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裴文被他的决绝和远见所折服，既然已无退路，那便杀出一条血路。那一夜，念君睡得不安稳，他把我放在枕边，轻声问我：“我们是否真的能赢？”石头，我好怕，怕这一切都像一场梦，醒来就没了。他的恐惧传递给了我，让我想起了大梁始皇帝立国前夜的霸气。我没有回答他能不能赢，而是传递给他一个无比坚定的念头：念君，不要问天命，要去造天命。念君的身体微微一震，将我贴在额头，冰凉的触感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心中最后一丝脆弱被碾碎。我知道一场席卷天下的风暴已经因我们而起。3天后，董卓然派来了一支100人队伍，领队的不是武将，而是一个叫魏瑶的女人。她是董卓然麾下秀义司的掌管者，是他最锋利的刀。名义上是来协助，实则是安插在我们身边的毒刺。魏瑶气质清冷凌厉，眼睛像深不见底的古井，一见面就给了念君巨大的压力。念君按照我的嘱咐表现得天真羞怯，将一切功劳都推给了一本不存在的古书。接下来的几天，魏瑶时常来找念君聊天。听说小姐曾在赌场一鸣惊人，不知是哪本古书记载了这等神术？话题无非是诗词歌赋，但每一次提问都暗藏讥讽。他状似无意地提起赌场之事，试探念君。不过是些小女儿家的胡闹罢了，让魏姐姐见笑了。但都被念君滴水不漏地应付过去。魏瑶虽然不再追问，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一个字都不信。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缠。与此同时，北方战事爆发，董卓然采纳我们的计策，奇袭陈仓，守将张威开城投降，草莽回援不及，在渭水之畔大败，董卓然大获全胜，声威一时无两。这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消息传回，裴文却忧心忡忡：“小姐，董卓然下一步恐怕就要对我们动手了。老虎打赢了，就一定会回头把兔子吃掉。兔子如果不想被老虎吃掉，除非能在一夜之间也变成一只老虎。”我让七方做好准备，城外的500宛城卫已经脱胎换骨，但他们缺一样东西——血。一股1000人规模的草莽残部流窜到宛城附近，这正好给了我们练兵的机会。七方请战，裴文却从暴露实力和如何向魏瑶交代的角度提出反对。此时暴露实力，魏瑶在侧，恐谓不智啊，小姐。念君用我教他的话霸气反驳：“在自己的地盘保护自己的人民，天经地义，还要看他人的脸色不成？”他第一次建立了领地意识，他让七方使用围点打援之策，先让乱兵围攻我们早已加固的李家庄。乱兵攻打2日，人困马乏之际，七方率领的500宛城卫如鬼魅般出现在他们背后，发起了突袭。这是一场屠杀，以逸待劳的宛城卫结成3才阵，轻易撕开了敌军阵型，以伤亡不足50的代价斩杀过半乱兵。这一战，宛城震动，百姓们自发地迎接得胜的军队。我们不仅拥有了军队，更拥有了民心。魏瑶在茶楼上看到这一切，万
华年冰封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凝重的神色。他立刻将战报送回董卓然处。3天后，董卓然的亲笔信送到，他册封念军为宛城城主，并要求他立刻前往江州大营汇报军机。裴文和戚方都意识到这是催命符。小姐不能去，去了必死无疑。戚方甚至表示要跟董卓然拼了。念军冷静地拒绝了硬拼，并向我寻求答案。我告诉他，这正是我们摆脱控制的唯一机会。我向他保证，只要听我的，就能安然无恙地回来。这句话给了他巨大的信心。念军斩钉截铁地决定前往江州。在前往江州的马车上，我向念军分析了董卓然生性多疑且极度自负的弱点，并为他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想夺走你的天命，所以此行反而是我们摆脱他的机会。同时，我已通过情报网策反了董卓然军中一名将领李肃作为内应。江州大营帅帐内，董卓然高坐帅位，目光如刀；念军则按照我们排演好的姿态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势敌已弱。董卓然不断用各种军事难题试探念军，念军在我指导下对答如流，这更让他对天命深信不疑。董卓然冷笑，不相信古书的说辞，陡然拔高声音，逼迫念军说出真相。说，你到底是谁？念军伏在地上，泣不成声，按照计划坦白：民女只是能听到一个声音，一个石头的声音。他颤抖着捧出装有我的木盒，称所有的计策都是他告诉我的。他将所有秘密都坦白了出来。董卓然和帐下众人皆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他。大胆！他身旁一员必将喝道：竟敢戏耍王爷！念军磕头表示不敢，称王爷若不信，可亲自一试。只要心诚发问，石头有时候就会回答。董卓然一虑之下，让魏瑶取过木盒。当他打开盒子，看到我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的瞳孔收缩到极点，呼吸粗重，颤抖着念出我身上的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失声惊呼：传国玉玺。他的脸上表情从震惊到狂喜，再到贪婪，变幻不定。念军在一旁用哭腔验证了他的猜想，称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一下，所有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一个能与传国玉玺沟通的女孩，这不就是天命所归吗？董卓然看念军的眼神彻底变了。董卓然一把将我抓住，闭眼向我发问：玉玺显灵，告诉我董卓然可能君临天下。我当然不会理他，让他大失所望。他急切地追问念军原因，念军怯生生地回答：他说只有心诚之人才能听到他的声音。董卓然恍然大悟，不是他心不诚，而是玉玺只认这个女孩。一个完美的计划在他脑中形成。他亲手扶起念军，收她为义女，封为天命公主。他要将她软禁在身边，变成自己的专属神器。这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念军表现得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好戏才刚刚开场。在宴会上，董卓然不断向念军询问军国大事。女儿啊，你看这西蜀刘璋该如何对付？念军则闭眼聆听，然后将我早已准备好的答案说出。我通过念军的嘴为董卓然规划了暂缓北伐，西取蜀中，形成帝王之基的宏大战略。董卓然听得两眼放光，帐下诸将也一脸叹服。他们看念军的眼神从好奇变成了敬畏。一连3天，我将历朝历代的治国精要通过念军的嘴毫无保留地赏赐给了他，让他彻底沉醉。董卓然对念军的戒心降到了最低，他认为他只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传声筒，而我等的正是这一刻。第4天夜里，董卓然平退左右，单独召见念军，问出了最重要的问题：我董卓然究竟有没有天子之命？念军闭眼聆听许久，在睁开时，眼神变得空洞，他的声音也变成了那晚下风前万3的古老沙哑的音调。董卓然大喜过望，以为是玉玺亲自对他说话，立刻跪倒在地。我用神棍的语调告诉他，他本有95之尊，但因杀孽太重，天命已失。我一一列举出他坑杀降卒、盗掘皇陵等最阴私的勾当，让他瘫软在地，面无人色，彻底击溃其心理防线。在他苦苦哀求之下，我给出了消除罪孽的办法，让他此时独身一人去营外10里的观星台，等待天火焚烧心魔。我特别告诫他，此事乃天机，不可泄露，必须独身前往，否则天命断绝。董卓然对此深信不疑。董卓然不知道，他等的不是天火，而是戚方率领100精锐宛城卫的刀。他们早已潜伏在观星台。此时月黑风高，董卓然果然独身一人，偷偷溜出大营。他心中充满对登基称帝的幻想。当他在观星台上按照指示褪去外衣时，数十支冰冷的弩箭从黑暗中射出，董卓然连惨叫都没发出，就被射成了刺猬，致死。他眼中都带着难以置信。与此同时，江州大营内，内应李肃散布出董卓然中风暴毙的谣言，并迅速控制了董的亲卫营。念军则满脸泪水地找到魏瑶和赵姬，称义父发狂，一个人跑去刺杀曹莽了。
快去救义父啊！他哭喊着，为混乱的局势再添一把火。紧接着，西方帅队护送着董卓然的尸体出现在营门口，他高呼：平南王已被草莽刺客所杀，我等当为王爷报仇，拥立公主。谣言、内应、尸体三者叠加，彻底摧毁了平南军的意志。加上李肃的倒戈，军心彻底倒向念军。最终，在赵佶的审时度势之下，平南军10万大军向年仅14岁的天命公主念军宣布了效忠。这场堪称荒诞的政变从发动到结束，不过1个晚上，念军完成了惊天逆转。当念军手捧着我站在江州城楼上，看着下方跪拜的军队时，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他感觉如同一场梦。3天前，他还是阶下囚；3天后，他却成了10万大军和整个江南名义上的主人。巨大的转变让他感到不真实。我冷静地告诉他，这不是成功，只是一场真正残酷游戏的开始。无数贪婪、觊觎、怀疑的目光正从4面8方聚焦到他身上。一头猛虎倒下，会引来一群更饥饿的豺狼。念军深吸一口气，眼神从迷茫变得坚定。他举起了我，对着城下数万将士发出了最响亮的命令：开仓放粮。念军开仓放粮的命令如同惊雷，城下10万军心溃散的士兵们看到了希望，爆发出山呼海啸的呐喊。我感受到民心的力量，他能载舟亦能覆舟。我见过太多帝王最终被权力吞噬，董卓然留下的官僚体系立刻成为阻力。以长史耿怀为首的旧臣跪在腹前，哭谏此举是自毁长城。公主三思啊！粮草乃军国之本，如此散尽，若草莽来攻，我等何以御敌？念军内心动摇，向我询问。我告诉他，你的道理只有一个，谁让最多的人活下去，谁就是道理。我将大夏开国皇帝同样靠开仓放粮聚拢人心的历史告诉他，坚定了他的决心。念军让裴文出去宣布，粮食照放，但不是白放，而是借。秋收后有余力者可还，无余力者可以供代偿。此法一出，不仅安抚了民心，更是以工代赈，将无数流民变成了可用之劳力，一举3得。府外哭谏的旧臣们都愣住了。耿怀意识到自己小看了这个女孩，百姓的欢呼声淹没了所有反对的声音。真正的危机来自暗流，江南宗族林立，地方豪强对念军的命令阳奉阴违。更致命的是，耿怀等旧将掌控着军队核心，念军的命令在军营里执行力堪忧。我们如同坐在火药桶上。董卓然死后，魏瑶毫不犹豫地投向念军，他的情报网变成了念军的眼睛和耳朵。魏瑶查到耿怀与江南第一大族陆家往来甚密，他们想看看我这只兔子到底有没有獠牙。我告诉念军，老虎的獠牙是用来咬断敌人喉咙的，必须一击致命。3天后，西方护送的运粮队遭山贼袭击，粮食被烧，护卫队死伤惨重。这是公然的宣战，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耿怀和士绅搞的鬼。议事厅内，耿怀却义愤填膺地请命去剿匪。末将请命率兵3000，必将贼人头颅献于公主座前。他想借机夺走兵权，这是一个死局，所有人都等着念军的决断。同意则兵权旁落，不同意则无法交代。念军亲手扶起请罪的戚方，承诺会让数倍百倍偿还兄弟们的血。他目光如冰刀，扫过耿怀，驳回其请求，并下达了石破天惊的命令：全城戒严，3日之内，我要看到陆家家主陆伯言跪在这里。耿怀脸色大变，以没有证据为由反驳：公主凡事要讲证据，如此行事，恐寒了江南士绅之心。我就是证据，天命就是证据。我知道这场豪赌压上了我们的一切，赢了江南幸念，输了万劫不复。接下来的3天，江州城风声鹤唳，魏瑶的绣衣丝如同黑色潮水涌入每个角落。这3天里，念军把自己关在书房，我给他讲始皇帝坑杀40万降卒，光武帝10年剪除群雄的故事，让他明白权力的铁血。第3天深夜，魏瑶带来铁证，查明袭击运粮队的确实是陆家私兵，且耿怀副将提供了武器情报。念军却认为口供还不够，他要的是让天下人都无话可说的铁证。他让魏瑶替他演一场戏。第4天清晨，警钟敲响，耿怀正与心腹商议兵变，却听到了陆家满门被杀的消息。耿怀立刻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圈套，还未反应，魏瑶已带人包围将军府，以勾结陆家杀人灭口的罪名拿他。魏瑶同时呈上从耿怀府中搜出的伪造的密信和巨额财宝，坐实了他的罪名。在绣衣丝和戚方晚成为的内外夹击下，耿怀及其心腹被迅速剿灭，他们的头颅挂上了帅台。这血腥的一夜彻底震慑了整个江州，士绅大族吓得噤若寒蝉，平南军将士再无一心。念军用陆家和耿怀的血证明了他这只兔子不仅有獠牙，而且能噬人。处理完一切后，念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1天1夜，为第一次使用如此残酷的手段而痛苦。他问我自己是不是很可怕。石头，
我是不是很可怕，像个怪物？我反问他，始皇帝和农夫在做正确的事时，会问自己可不可怕吗？我告诉他，从你坐上这个位置起，就不能再用普通人的善恶观，任何软弱都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灾难。我将历史上无数因帝王妇人之仁而导致的悲剧展现在他脑海里，让他明白铁血的必要性。念君沉默良久，眼中最后的一丝软弱被冰冷和坚定所取代。他完成了从女孩到君主的蜕变。北方的草莽得知江南发生的一切后，没有立刻发兵，而是派来了他最重要的谋士之一荀卿。我知道荀卿此人曾是状元之才，能言善辩，是个极其厉害的对手。裴文也指出，荀卿来者不善，其意不在战而在伐心，他是来戳穿念君天命公主的神话的。我告诉念君，荀卿骨子里是个追求王道的儒家士人，这正是他可以被我们利用的缝隙。在正式会面上，荀卿直接发难，质问念君何为天命，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念君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何为人，并用一系列排比揭露了旧制度下奴隶不被当人看的残酷现实。他指出，所谓的纲常和秩序是用无数人的血泪堆砌的，这样的秩序不要也罢。他阐述观点时，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认同感，让我再次对他的身份感到困惑。这番话振聋发聩，直接击中了荀卿的内心。他本以为会听到诡辩，却听到了如此深刻的王道之言。荀卿呆立良久，发自内心地对念君深深一揖。受教了。当晚宴会上，念君状似无意地提起草莽新得的谋士郭奉孝，并点出荀卿与郭奉孝存在王道与霸道的路线之争。郭奉孝之才不在荀先生之下，只是他所行霸道，急功近利，恐非北地百姓之福啊。这番诛心之言如同毒蛇钻进荀卿心里，因为这正是他最大的心病。他端起酒杯，沉默不语。念君见火候已到，便不再逼迫，而是献上薄礼，远胜北方麻纸的雪花纸和精美的瓷器。他提出愿以每年10万匹纸和10万件瓷器换取草莽之下50万石粮食，这巨大的利益让荀卿无法拒绝。他进一步献策，让草莽用部分利润去安抚西边的羌人。荀卿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少女，而是算尽天下的魔鬼，一环扣一环，让他无法思考。他知道只要接下这份礼，与江南的敌我关系就再也说不清了。最终他只能苦涩地表示必须回兵助攻。草莽最终还是撕毁了协定，亲率30万大军南下。一场决定天下归属的战争拉开帷幕。乌林渡口遭遇战，我军水师不敌，沈策所部损失惨重。失败的消息让江州人心惶惶，以李严为首的旧将跳出来主张投降，甚至要斩沈策以谢罪。念君力排众议，冷静地指出，这并非溃败，而是他下令的诱敌深入。他制定了拖延消耗的战术。曹军渡江后，果然陷入了疫病和水土不服的泥潭，补给线被沈策袭扰，主力被齐方拖住，战争陷入僵持。郭奉孝向草莽献策，擒贼先擒王，计划从江州城内部用经济战和谣言战将念军击垮。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打响，江州米价疯涨，百姓恐慌，军中也出现了念军要逃跑的谣言。面对内忧外患，念军却摇了摇头，称现在查封粮商为时已晚。念军让裴文贴出告示，宣布3天后官府将以30%市价无限量售粮。此举让囤积的粮商冷笑，也让百姓看到了希望。他自己则带着我住进了城郊的齐方大营。他对齐方说，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并向他交代了一个计划。3天后，长平仓迟迟不开，城中突然传出念君公主在城外军营遇刺，生死不明的消息。百姓的希望瞬间变为绝望，而李严等叛党和粮商们则心中狂喜，立刻发难。李严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兵变，粮商们则以10倍高价售粮。公主已死，尔等还不速速投降，随我共迎曹公大军。江州城彻底大乱。就在李严率军冲到府衙门前时，大门缓缓打开，毫发无伤的念君走了出来，让他如见鬼魅。齐方和本应重伤的沈策率领精锐从叛军背后杀出，这原来是一场早已设好的鸿门宴。叛乱被迅速平定，所有参与作乱的商家家产充公，本人发配前线运粮赎罪。被充公的粮食正好填满了长平仓，百姓买到平价粮后，对念君的拥戴达到顶点，高呼公主千岁。一场巨大的内部危机被他巧妙化解。江州平叛的消息传到曹营，郭奉孝意识到阴谋无效，便献上阳谋，决定再封闭，与我军水师决战。郭奉孝查明沈策的家眷在吴郡，并以此为要挟，逼迫沈策在封闭大战中临阵倒戈。这是一条致命的毒计。沈策痛苦万分，持香囊向念君请罪，并欲拔剑自刎。公主，末将有负重托，唯有一死，以谢公主。念君却安慰他，并告诉他，草莽亲手为我们送来了一把可以直插他心脏的最锋利的刀，
封闭之上，曹军铁索连环，沈策率舰队决死冲锋。在即将接触时，前排战船突然叛变，撞向自家主舰。曹莽抚掌大笑。然而那些叛变的战船却是早已浇满余油硫磺的火船，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入了无法逃脱的曹军船阵，大火点燃了整个长江。西方的骑兵和两岸的火箭也同时杀到，30万曹军毁于一旦。曹莽狼狈逃回北岸。封闭大捷，念军之名震动天下，整座江州城都沸腾了，百姓们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念军却把自己关在书房，取出一块灵牌，上面刻着沈策母亲和妻儿的名字。原来在沈策出发前，魏瑶早已将他的家人救出，但为了让苦肉计演得逼真，他们并没有告诉沈策。念军为此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问我，利用将帅最珍贵的东西去换取胜利，这是否也算帝王之术？石头，我与那些我所鄙夷的帝王又有什么分别？我没有用大道理回答他，而是将300年前一位大元帅为骗过敌人而亲手杀死爱子的历史告诉了他。我告诉他，帝王之路本就是一条割舍人性的孤独之路，你必须承受，因为你选择的是天下千万人的命运。念军沉默良久，擦去了眼角的泪珠，他的眼神恢复了君主应有的平静，内心再次成长。封闭惨败让曹莽元气大伤，北方诸侯和西边羌人趁机作乱，他再也无力南顾，天下形成了北方的曹莽、江南的念军和西蜀的刘璋，三足鼎立的雏形。念军利用和平时期在江南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造，他创建书院，推广造纸术和印刷术，让知识不再是士族专利。他还颁布法令，解放所有奴隶，禁止人口买卖。此举触动了士绅大族的根本利益，引来巨大反扑。无数大儒名士开始用舆论和道德攻击他，说他聘妻私臣，违背祖宗之法，是亡国之兆。魏瑶的情报网从沿海商人处得到消息，称南海之外有不沉的黑船和能喷吐雷火的铁管。我听后心头一沉，为未来埋下忧虑。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连裴文都产生了动摇，劝他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小姐，得罪天下士林，非明智之举啊！念军自嘲自己不是好人，只想做一个能让更多人活得像人的君主。他决心推倒那座用血泪堆砌的旧的纲常。他下令在江州举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开大辩论，主题是人生而平等还是生而分贵贱。辩论台下人山人海，以当世儒学大家顾延熙为首的10数位名士与只带了裴文的念军对坐，气势悬殊。对方名士首先发难，称念军废奴，是乱纲常，毁人伦。公主殿下，你此举是动摇国本，可知会引来何等滔天大祸？你担得起这个罪责吗？念军不直接辩经，而是反问何为人。他用一系列血淋淋的现实揭露了奴隶制度下奴隶不被当人的残酷真相。他掷地有声地指出，依靠剥夺他人为人的资格来维护的纲常和秩序。不要演吧！顾延熙亲自下场，提出废奴后，那些不识字、无技能的奴隶将如何为生？他们目不识丁，手无长技，一旦脱离主人庇护，只会沦为盗匪。这难道就是公主想看到的天下吗？念军却笑了，他叫上了被解放的马奴张铁牛和家奴翠儿，他们如今已是纺纱厂的主管和瓷窑的画师。他向所有人展示，这些昔日的奴隶正用自己的双手为江南创造着财富。他指出，自己解放他们并开办工厂、建立书院，是要给他们饭碗，让他们靠劳动赢得尊严。顾延熙的世界观被彻底颠覆，他引以为傲的道理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他当场口吐鲜血，气绝身亡。辩论以这种悲壮的方式结束，念军的新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行，一个崭新的江南正在成型。此时西蜀刘璋突然出兵，奇袭了曹莽后方重镇汉中，天下格局一夜颠覆。面对曹莽使者寻亲唇亡齿寒的求救，以及割让淮南的诱惑，念军陷入了艰难的抉择。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他做出了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不救曹莽，也不攻西蜀，而是去攻取三不管的南阳。他指出，拿下南阳就等于在曹刘之间楔入一颗钉子，将天下这盘棋的主动权抢回了自己手中。念军的王者之旗让他从偏安江南的诸侯一跃成为能逐鹿天下的第4股力量。曹莽在汉中城下用一条恶毒的反间计伪造了念军与蜀中名士张松的密信，并将其头颅送给了刘璋。多疑的刘璋看到铁证，勃然大怒，认定自己被戏耍。好个念军，竟敢在背后算计于我！战争瞬间演变成不死不休的三方大混战。念军站在宛城城楼上，回想起与我开始的地方，他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石头，我是不是变得不可爱了？
我告诉他，君主只需要被敬畏和依靠，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道路，也更加孤独。战争持续了整整2年，中原被打成焦土。念君第一次体会到战争的无力感，内心被巨大的疲惫煎熬。他问我为何而战，我告诉他是为了结束战争，而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从那天起，他的眼神变得冰冷而平静，他开始不择手段组建刺客组织，掘开堤坝，水淹七军。他甚至同意了裴文提出的将战俘作为军粮的建议。他心中最后一丝温情彻底死去，蜕变成一个冷酷的君主。就在三方油尽灯枯之际，曹莽病死了，北方瞬间陷入内乱，给了念君和刘璋天赐良机。所有将领都主张立刻北伐。公主，天赐良机，我等应立刻北上，与刘璋争夺中原。七方激动的请战，念君却再次做出惊人决定，全军后撤，放弃南阳。他向众人展示了刘璋写给儿子的密信：天下已是我父子囊中之物，揭示了自己的真正意图。他用整个中原做诱饵，诱惑刘璋将所有兵力投入北方，而自己则积蓄力量，等待致命一击。这份隐忍和决断已经超越了君主的范畴，是真正的帝王心术。刘璋果然上钩，亲率30万大军倾巢北上，而念君则用接下来的1年做了3件大事。他休养生息，并在我提供的知识帮助下，研发出了连弩改板和威力巨大的黑火药。他要娶东海女海盗王孙尚香，以获得他的舰队。念君在码头迎接孙尚香，对方一身劲装，挎着长刀，野性不羁。你就是那个把江南搅得天翻地覆的念君，看着也不怎么样嘛。孙尚香上下打量着他，语气里满是挑衅。念君没有动怒，而是带他去参观军械所，向他展示了连弩的威力。接着，念君向他展示了震天雷的恐怖威力，一炮就将一艘废船炸成2截，这彻底震慑住了孙尚香和他的海盗们。孙尚香被这种颠覆时代的力量所折服，同意结盟，但他提出了要与念君平起平坐，做盟友而非君臣的条件。我孙尚香不会任何人。念君出人意料的爽快答应。好，从今往后你我姐妹相称，并将自己的私印交给他，授予他节制所有水师和海外贸易的全权。念君的信任彻底征服了孙尚香。这位女海盗王承诺3个月内肃清长江，成为念君最强大的盟友。在接下来的1年里，念君疯狂积蓄力量，而北伐的刘璋则因残暴统治，在北方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郭奉孝选择忠于北方大帝，背叛了刘璋。他向念君送上了完整的北方兵力部署图作为投名状。念君认为时机已到，他凭借足以碾碎任何阴谋的力量，下达了总攻命令。孙尚香的舰队由海路进入黄河，用震天雷摧毁了刘璋的补给线。七方沈策的陆军则直插中原腹地。郭奉孝同时在北方发动起义，刘璋一夜之间4面楚歌，陷入绝境。绝望的刘璋集结10万主力，在官渡与七方决战。背水一战的蜀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关键时刻，念君亲率5000装备了连弩的骑兵出现在蜀军侧后方，用毁灭性的箭雨彻底击溃了蜀军。刘璋绝望之下，单人独骑冲向念君，却被魏瑶一箭射穿咽喉。一个时代的枭雄就此落幕。念君走入洛阳城，接受了荀卿、郭奉孝等所有北方文武的跪迎，但他却说不接受投降。他只问郭奉孝是否愿意留下来帮他治理这片土地。郭奉孝等人叩首笑死，北方就此平定，天下初定。如何治理南北巨大的差异成为新的难题。郭奉孝在病榻上献上定北七策，主张对北方士族妥协。七方等南方将领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对胜利果实的背叛。议事厅内，南北两派争论不休。念君换上布衣，走上破败的洛阳街头，一个饥饿的小女孩将自己唯一的炊饼分了一半给他。这个场景让他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也让他下定了决心。回到府衙，他同意了郭奉孝的七策，但他同时提出了自己的3个底线：废除人头税，按田亩征税，无主荒地，分给百姓，买卖人口，与谋反同罪。这3条以温和的方式从根本上动摇了士族的根基，是将民心握在手中的阳谋。南北就此在人心上融为一体。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天下恢复生机。念君用经济和文化战兵不血刃地瓦解了西蜀的抵抗。蜀将张任为百姓生路，开城后自刎。念君最终和平统一天下。在洛阳太极殿的登基大典上，百官贵妇所有人都等待着新皇的诞生。念君却在龙椅之前举起了我，说出了颠覆历史的话：这天下再无受命于天，只有立命于人。他宣布天下再无皇帝，
只有任期10年的天下守护。皇权非一家一姓之私产，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百官震惊，裴文、荀卿等人哭喊着劝阻，认为废除皇权将使国本动摇。主公万万不可，此乃自毁长城。念君却说，旧的规矩既然让土地流了100年的血，今天就由他来立一个新的规矩。他当场宣布设立国防部、政务院、监察院3权分立，并规定了任期和罢免机制。面对荀卿继任者是奸邪之辈的终极恐惧，念君回答：要用10年的时间，与众人一起立下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根本大法——宪章。推开全新世界大门的，正是这个亲手将皇冠扔在地上的少女。一支由武装商船组成的神秘黑色舰队出现在南海地平线，船帆上会有诡异的螺旋图腾，封锁了海上丝绸之路。对方递上一封看不懂的文字写成的战书，落款名为哥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孙尚香亲率江南最精锐的远洋舰队前去迎战。一群不知死活的海耗子，看老娘把你们轰回老家！半个月后，传回的是噩耗，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几艘残骸和不到100名幸存者归来。孙尚香本人重伤昏迷，肠道断浪，也断成2截。江南水师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幸存者描述了敌人钢铁般的黑船和能喷吐雷鸣火焰的金属圆筒。那不是船，是会移动的钢铁堡垒，我们的炮火打在上面就跟挠痒痒一样。一个幸存的船长颤抖着说，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武器。整个议事厅陷入死寂，齐方等将领都无法理解这种超越时代的力量。敌人的强大被无知者视为海神的惩罚，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认为这是念君不肯登基触怒上天的警告。太极殿之变的阴影再次笼罩，谣言四起，军队内部都开始不稳，新生的政权面临崩溃危机。念君没有留在江南弹压，而是做出了惊人决定，将孙尚香的灵柩和战船残骸运往洛阳，举行最高规格国葬。裴文极力劝阻，担心江南一乱，天下皆乱。守护，此时万万不可离开江南啊！但念君指出，正因要乱，才更要走，去天下之中展示决心。他要用一场最盛大的葬礼来对抗一场席卷全国的恐慌。这是一场以人心为赌注的豪赌。当念君的御驾护送灵柩进入洛阳时，迎接他的是数百万沉默的北方百姓。太庙之前，念君一身素白校服，亲自为灵柩执局，不眠不休，不饮不食，在灵柩旁站立了整整3天。他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向所有人展示他的哀痛和绝不后退的态度。百姓的眼神从怀疑转为同情，民间的舆论风向悄然逆转，人们开始同仇敌忾，共同谴责海寇的暴行，凝聚了民族情绪。在国葬背后，魏瑶与郭奉孝组成了临时的神功坊，秘密研究战船残骸和未爆的武器。郭奉孝拖着病体亲自坐镇，发现敌人的金属远胜百炼金刚，其黑色粉末的爆炸威力是震天雷的10倍以上。他得出结论，对方用的不是妖术，而是一种领先了我们至少100年的技术。这让众人感到刺骨的寒意。郭奉孝认为，除非能抓到活的工匠和完整的敌船，否则无法追赶。众人陷入了技术鸿沟的绝望。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昏迷了近1个月的孙尚香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孙尚香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虚弱地告诉念君，我抓到了一个活的。原来在海战的最后时刻，他拼尽力气将一个敌方小头目拖进了用金刚打造的密室。当念君派人打开打捞上来的残骸密室时，一个金发碧眼、奄奄一息的异族人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带来了一线生机。连同他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本羊皮纸航海日志，上面绘制着无比精密的星象图和我们从未见过的海图。海图标注了他们从一片未知大陆航行到此地的所有路线，墙上还留有俘虏用血写下的3个汉字：新大陆。对异族人胡安的审讯异常艰难，语言完全不通。念君决定放弃刑讯，改用攻心之策。他带着胡安去看洛阳和平安宁的市井生活，向他展示文明与和平的一面。接着他又将他带到城外因战争形成的巨大万人坑前，让他亲眼目睹战争带来的森森白骨。念君通过翻译告诉他，你的到来将会把这一切的美好都变成这一片地狱。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胡安的内心，他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终于开口说出了一个颠覆所有人世界观的惊人事实。他告知他们来自一个叫欧罗巴的地方，那里有无数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到来是为了通商和传播主的荣光。海战是一场误会，是哥布总督以为这里是遍地黄金的野蛮帝国，暴露了文明的傲慢。念君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哥布还会回来吗？胡安恐惧地表示，一
定会。他透露，哥布若3个月不归，国内必会派出更庞大的无敌舰队前来，规模将不是100艘，而是1000艘。胡安计算出，从欧罗巴一个来回，最快也要1年，这意味着我们最多还有1年半的准备时间。面对1年半后1000艘钢铁战舰的灭顶之灾，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整个天下的命运都压在了念军的肩上。他只回答了2个字：够了，却带着一种让所有人都感到心安的力量。当晚，他召集所有核心大脑，冷静地指出，我们只有2条路：被动等待被摧毁，或是主动出击。西方等人惊呼，主动出击是天方夜谭。我们的船连近海都出不去，如何主动出击？但念军却语出惊人地指出，不是去打，而是去学。他提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用1年半的时间走完他们100年才走完的路。他要倾尽国力建造一支能远航到世界尽头的舰队，并派出最优秀的人才去欧罗巴学习他们的技术。他要将对方的冶铁之术、造船之法、火器之道全部学回来，然后用他们的方式告诉他们，这片土地有自己的主人。这个超越了争王争霸、着眼于整个世界的宏大构想，让在场所有人都彻底呆住。面对徇情豪赌的质疑，念军坚定地回答：这不是赌博，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我传国玉玺，直到我的使命才真正开始。我不再是记录者，而将成为一个文明的盗火者。我将记忆中所有超越时代的知识碎片，如高炉炼钢法、焦炭应用、基础化学配比、几何学与物理学原理等，都通过念军贡献出来。这些知识将成为那支承载着未来的舰队的龙骨、船帆和罗盘，是文明追赶的基石。念军给这支即将远航的舰队取了名兴旺。10年后，念军和第1任官员任期届满，新的天下守护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是一个出身农家的年轻人。兴旺舰队在3年前归来，虽然损失惨重，但带回了上百箱的书籍、图纸和种子。郭奉孝病逝，留下《制衡》一书，七方审策解甲归田，成为军校教官。魏瑶的监察院成为悬在所有官员头上的利剑，10年间惩治了无数贪官污吏，建立了法治的威严。孙尚香伤愈后，率领更庞大的舰队远航，成为了进行平等贸易的东方女王，与念军保持着深厚的友谊。3年前，念军交接完所有政务，便带着我开始了漫长游历，真正回归本心。裴文也即将退休，他打算回到故乡宛城，开办私塾，去讲述那个关于小乞丐和会说话的石头的故事。在泰山之巅，念军迎着罡风，俯瞰着锦绣江山，轻声问我：石头，你说我们成功了吗？我没有用语言回答，而是将我300多年来见证的最后一幕，也是最美的一幕，烙印在灵魂深处。那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也不是皇朝更替的波澜壮阔。我否定了旧的历史观，而是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每一个最平凡的角落里，那些亮起的、温暖的、安宁的、充满了希望的万家灯火。我想，这或许就是我这块冰冷的石头所能追寻的最好的寄寿永昌。任务完成，我的意识开始回归。石岩合上那本《启明王朝实录》，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图书馆的灯光在他镜片上反射出柔和的光晕。他又一次读到了那个名字——念军。史书上说他是终结100年乱世、开创天下守护制度的传奇奠基人。史学家们穷尽笔墨去分析他，却始终无法解释一个目不识丁的乞丐是如何完成这般惊天伟业的。他们称之为历史的奇迹，只有石岩知道那不是奇迹，那是一个来自异世的孤独灵魂与一个黑暗中挣扎的卑微生命相遇后点燃的一场燎原之火。回到这个世界已经5年了，他完成了任务，灵魂归公红。一个炊饼显然填不饱他的肚子，他尴尬地笑了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解释：不好意思啊，今天兼职时间太长了，就抢到了这最后一个打折的。他低下头，用细若蚊出的声音轻声嘀咕了一句石岩以为自己再也听不到的话：要是能把全天下的炊饼都吃一遍就好了。轰！石岩的呼吸骤然停止。300年的金戈铁马，太极殿上的慷慨陈词，泰山之巅的万家灯火，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被这句话拉回了原点。这不是转世，不是来生，这是一切开始之前。眼前的女孩就是那个即将穿越时空，在地道里与他相遇的阿君。她的果源于自己的因，而自己穿越的因竟是为了守护他的果。原来是你要来见我，所以我才去了那里等你。石岩缓缓站起身，走到自动贩卖机前，投币按下按钮，然后他拿着一盒热腾腾的便当和一瓶温牛奶回到了桌前，轻轻放在女孩面前。女孩惊愕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困惑和警惕。同学，
你食言位身体还是20岁出头的样子，父母健在，生活安稳，一切都很好。只是偶尔在午夜梦回时，他会变回那块冰冷的玉。他能感受到他掌心的温度，能听到他深夜的呓语，能看到他站在城楼上，眼中却只有与他一样的孤独。同学，不好意思，这里是不是有人？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断了食言的思绪。他抬起头，看到一个女孩站在桌旁，怀里抱着一摞厚厚的书。女孩很瘦，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和牛仔裤，脸色有些苍白，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黑夜里被点燃的2簇星火。食言的心脏猛地一缩。没人，你坐。他的声音有些干涩。女孩如蒙大赦，将书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坐下，对他露出一个感激的微笑。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冷掉的菜肉炊饼，他小口小口地吃着，吃得格外珍惜，仿佛那是世上最美味的东西。食言的目光无法从他身上移开。咕噜噜，女孩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她窘迫地停下动作，脸颊瞬间长了痛，摘下眼镜，露出一双温柔的仿佛能溢出水的眼睛。他看着她，跨越了千年的时光，跨越了生死与时空，微笑着用一种久别重逢的语气轻声说道：我叫食言，以后整个天下的炊饼都管够。女孩愣住了，她看着眼前这个陌生又莫名熟悉的男生，看着他深邃眼眸里映出的她看不懂的沧桑与柔情，心脏没来由的漏跳了一拍。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挂着的一根红绳，绳下系着一块灰扑扑的最普通不过的鹅卵石，那是她小时候在河边捡的，觉得好看就一直戴着。窗外华灯初上，万家灯火，一如当年泰山之巅的模样。